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两个能在这种场合见面，而且是异国他乡。羊肠呢？啊！你没变，是吧？你倒是变化不少，比以前更漂亮。我在这个地库啊，我就看见你跟这个老费，费尔南德啊，我差一点就没认出来。一个天天活在勾心斗角里的女人，哈哈，青春老去，年华不在，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说的那么哀怨，其实我听说你活得还是蛮惬意的。一个哀怨的单身女人，难道就不能对自己好一点吗？你还没结婚啊？我结婚了，你刚才不是讲单身吗？我跟杨氏结婚了。自从我爸走了之后，我唯一的爱人就是杨氏。明白，就跟我说把自己嫁给玉珠是一个道理。是这样啊，这个老费啊，他这次搞得我们很棘手。说我们这个货呢，其实已经是早就……陈江河呀，咱们两个10几年没见了，除了货的事情，难道就没有什么别的可以聊聊的吗？哟，这些年其实我一直在联络你。对，我收到过你的信息啊，10几年了就一条，还是庆祝我们杨氏20年庆典。哎呀，这当年的金珠、银珠、玉珠，现在都变成了玉珠集团了。陈江河呀，陈江河，我终于等到了你今天。我们好不好不用这个怨恨的一个心态来毁掉我们10几年之后重聚啊？不好啊！我哪有一点怨恨？我要感谢你，没有你，我不可能10几年如一日的把公司当成家。没有你，我也不会像疯了一样的飞来飞去，连公司的员工都在背后说我是女超人、老处女。没有你，我们杨氏也不可能像今天这么强大。所以你就等着他强大，等着这一天来折磨我们。对的，我就是在等。你知道这几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我的家是给保姆住的，我讨厌回去。杨氏的顶层就是我的家，那里有我所需要的所有生活用品。你知道这么多年来我唯一的消遣是什么吗？就是等到夜幕降临，我孤零零的一个人看着万家灯火，然后把自己灌醉。陈江河，我要你今天把全部都还给我。什么意思？留下来，陪我一夜。明天新闻会回到国内，或者是你港口的集装箱回去，反正新闻和货，总有一个回到骆玉珠那儿。你自己选。
行，那你就先按你的方式处理吧。好吧，有问题再说。有事啊，大瓜？那个陆总，一时没好意思打扰你。那个陈总去欧洲前吧，找我聊过一次，说有机会就把我从那个办公室主任的位置换下去，到基层锻炼锻炼。您看这，你的心情我很理解。巧姑呢也跟我讲过了，这样好不好？等江河回来，我们再议。好吧？那个陆总，这车上午刚做完保养，您就放心开啊。巧姑呢属于高龄产妇，多花一点心思在你的老婆身上。好，明白。陆总，你慢走。不要再做无用的挣扎了，我帮你算一算吧。除了费尔南德，欧洲不会再有一家贸易公司敢接手你这么大一批货。况且我的货也是五金跟首饰，咱们两个的货高度重合。我也是为了这次马德里展销会来的。只要投向市场，你们的货就再也没有吸引力了。喂，陆总，陈总在哪儿？你们在他身边吗？我们不在他身边，陈总应该在房间，我们在外面办事呢。我知道了。怎么不接电话呀？据我所知，这些货可是你们这些年最畅销的款式，也是他的骄傲。这可是你们两口子打入欧洲的一张好牌。你在威胁我？随你怎么想，我任你选择。这些年我有好多次机会出手，但是我都忍住了。对，你都忍到这一点，一出手就弄死我们。你们进军欧洲市场就是孤注一掷，这批货受阻，欧洲不会再有人相信你们。到时候你们受损的可不仅仅是这一批货。杨厂长，你这些年变化还真是蛮大的。再见。陈总，香港的律师说，根据这条 FOB 条款，费尔南德仅需支付我们5万欧元的违约金，而且我们无权要求对方折价赔偿。
参加展销会那些外商那个名单都联系了吗？哦，联系了，一个都没接。可能是听说费亚南德与杨氏联手的事情，怕接了我们的货不好卖。把起草这份协议的这个律师解约掉，马上解约掉。哦，对了，沈总，刚才骆总给您打电话问您在哪？你们两个先去休息。骆总，我们过去每天能够生产500件，现在为了达到出口欧洲的标准，每天只能生产200件。您看，这损失谁来给我们承担呀？这标准定的实在太高了，当初的产品又不是没人要，为什么不能恢复呢？是啊，骆总，这国内市场可永远没有饱和呀。你还是给我们些国内订单吧。喂，哎妈，明天3馆厂子需要几个翻译啊？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怎么了？这事交给我吧。明天啊，我找几个同学，4个语系的吧，给带过去啊，省钱。又不把你的心思花在正事儿上面是吧？再说了，我这么重要的会，你的同学能行吗？你别管了，放心吧。我先接一下你爸的电话。哎，先吃饭。喂。没事。你是一晚上都没睡吗？出了一点小问题。孙俪他们也不问我昨天这一晚上都做了些什么。杨雪，他约了我，我们刚才见了面。这次跟老费的贸易被他抢了。喂，你在听吗？说。骆总，这标准必须得降下来。啊，我们回去商量，走走走走走。说。杨雪是早有准备，这次阻击是有预谋的。整个为了这个事情，他等了好多年。也就是说，他现在出手是明确知道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失。当然。再把价格降一下，争取一下费尔南德。来不及了，他跟老费已经把所有协议都签订了，而且他的货已经到港。国内怎么样？没闹起来吧？我让人封锁了消息。没事儿，放心吧。整个为了欧洲出口，我们调整了大半年的这个产品的标准，资源整合也都做到位了。千想万想，什么都想到，唯独没想到说杀出了这么个人。而且我跟你讲，这个 FOB 标准我们没有研究透，我们是孤注一掷了。但是老魏，他只能用最低的一个代价违约，所以说其实从合同签订之日起，我们已经输了一半。你们在房间里待了多长时间？我已经把律师给辞掉了。我跟你讲，这一批货必须做成，否则我们后续的所有的问题都会被影响到。喝酒了没？他穿的什么衣服啊？小猪。我在这儿跟几个老男人吃盒饭。你们孤男寡女的，大半夜在酒店房间里，挺浪漫的呀。小猪，你不想听一听他给我们开出了怎样的条件吗？你说那办公室主任吧，做了这么多年了，跑前跑后，忙前忙后的，还就那一点琐事儿，那周围的人都提上去了。哎，不是做贸易就是抓生产。你说那鸡毛哥是不是还是不信我呀？哎，这事儿还真不能怪鸡毛哥。
你一出来就把你安排在他的身边，多少人反对啊，全被他给扛着了。是洛一珠。这个女人生性多疑，她总是在提防着别人。没忘吧？当年就是她亲爸给她卖给人贩子的，谁都怀疑。对，你往前倒，往前倒。哎，对，姐，你看，这是我们新款首饰展示的第1天，你再往后倒一下。看到没有？这个戴眼镜的男的，他出现了3次，而且他每次都是在那款被造假的首饰面前停留。你看，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爸，那个有些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什么事儿？这个事儿吧，骆玉珠让瞒着，谁都不让说。但是我想一想，您毕竟是公司的元老，还占着股份呢，所以你这啰嗦啥？你就说吧。那个，咱们公司啊，欧洲的那客户让杨氏集团给抢了，货呢都滞留在港口了。是真的？哎呦，爸，你别急呀，你看，就跟你说，你别着急，好吧？这半年的辛苦，全废了，全都废了。但这个消息还不能走漏出去。这个几个厂子的生产了半年，已经吃了很大的亏，他们知道了，还不全疯了？爸，放心吧，我都明白，我谁都不跟谁说，好吧？爸，你也别着急，你也别想了啊，先吃饭。这个骆玉珠，这怎么真是装得像个没事人一样？陈总，摸清楚了，是杨氏集团的货。3天没有出货，是缺手续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海关抽检是已经完了，听说就差货物清单报备了。货物清单的报备是很简单的事情，能出什么问题啊？除非是走私，要不然就是杨雪自己不想放货。那些人在吵些什么？哦，是飞海难得的人在催货，杨氏集团就是不给。这个。你先出发，接一下外商的车队，我随后就到。哎，骆总，我爸来了，那我先去了啊。叔，来了。坐。还是给您泡点绿茶喝？不用。哎，你坐。西班牙的事情你们怎么办？您知道了。这公司不光是你们的，也是我的。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还瞒着我？哎，没有瞒您的意思啊，我们就是担心您的身体。我跟江河商量了，本来想等这个问题解决完了再向您汇报。你们解决得了吗？国内贸易做得好好的，你们非要做欧洲的市场。当初我是苦口婆心的劝你们，你们听了吗？10几家厂子改变生产标准，产量一下子就跌下来了。
要不是10几年的交情，人家会这么帮我们吗？现在倒好，出了这么大一个事情，这个货都还砸在港口，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呢？叔，江河正在想办法，我也在找其他渠道。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能乱了军心。您老说呢？所以呀，我就想听你给我一个实底。你们这个有什么对策吗？实在不行，我的建议就是把货偷偷的运回来，外销，转内销。主要是我后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招商会，不然等我开完会回来，我们再坐下来好好商量，您看行吗？招商，这公司都要败了，什么事情有这个事情重要啊？我实在是没时间了，叔。骆玉竹，小旭回来了。你的2个宝贝儿子争着在爷爷面前表现呢，没跟你商量，把爷爷叫回来了。不会怪我吧？完全明白你的意思，但是可能还是早了点。有实力又信得过的人，实在是太少了。你要是见到这个丫头，会很有惊喜的，气场蛮大的哦。看气场，你这是跟儿子做游戏做习惯了是吧？实话讲，我还真是蛮想知道这个大姑娘现在出落成什么样子。小朱啊，你怎么也不问一问说，我跟杨雪谈的怎么样？那是你的事情，我只要负责把国内维持好就行。好，那我继续跟她谈。不好意思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去给你的夫人汇报了吧？谈不上汇报，我们2口子蛮信任的，基本上我做什么决定不用讲，他都能猜得到的。信任，那是你们2个还没有遇到过足以摧垮信任的事情，你们这才刚到哪儿啊？你这个话讲的好像是什么都经历过似的哈。你经历过公司元老级的人物背叛吗？经历过自己最好的朋友为了利益出卖你吗？经历过自己的亲人当着众人的面前咬牙切齿的骂你吗？我都经历过了。没想到你遇了这么多的事情，对于女人来讲，不说女人吧，对于任何人来讲，可能这些东西都是挺不容易的。陈江河，你知道我有多少个夜里一个人特别无助的时候，想给你打一通电话吗？可是我都忍住了，我不能打，而且我不能让任何人看到我的眼泪。好了好了，你的不容易我都知道。哎呀，我这是怎么了？我真是越活心越软了。我劝你，还是说服骆玉珠赶紧把货交给我，不要做无用的抗争了。亚雪，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啊，你跟老费签的这份合同里面，老费除了希望你们降价之外，是不是他又给你强加了许许多多的霸王条款？那看来我猜对了。好，那我就继续往下讲。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你不高兴的话，你要不要考虑我的一个提案，甩开老费，我们2家一起联手打入欧洲？
因为我们两个人斗来斗去没有意思的。哎，你赢了我输了，我赢了你输了，能怎么样呢？最后只能是我们自己受损失，但是老费是从中得利的。你愿意这样吗？你一定不愿意。那好，想想我的方案。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的感染力还是那么的迷人，我差一点就上当了。这跟我感不感染力没有任何关系。想想你父亲的嘱咐。据我所知，你父亲专门嘱咐过你，你们杨氏不应该成为和我们斗来斗去的工具。陈江河，你小看我了，知道我爸当年是怎么警告我的吗？他说你陈江河将会成为我们杨氏最大的竞争对手。这次的马德里展销会10年一遇，可惜了，放光彩的不是你们，是杨氏。When we signed the contract, you promised me to deliver the goods. I transferred the money already 24 hours ago. Where is my stuff? We honor our commitment, and the containers are at the port. You have already saw that. It is because the inventory reports haven't been finished yet. All excuses. Although I'm not familiar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Young and the YouTube group, I know you guys want to grab markets. That's why we decreased the price. We are very sincere. But what about my stuff? Listen, lady, when you won't deliver the goods within 3 days, you violate the contract. 陈总，杨氏的集装箱还在港口。我们打听好了，他们加长了质感期限。你们两个晚上敢不敢进到港口里面，看一看杨氏集装箱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啊，陈总，他们门口有守卫，我们怎么进去啊？一看你们从小就没有扒过火车吧？西班牙语这个检查怎么讲？Les piquets。好，有了这句，你们就可以进去了。陈总，搞到了。你猜怎么着？集装箱里根本没什么首饰和物件。全是这个玩具熊。查杨氏集团的出关记录，以及最近他们发出的货轮开到哪儿了？马上。是，陈总。
你喜欢钓鱼吗？完全不喜欢。你别在意啊，我可以课随主便的。反正是当时跟你这个水手一起体验一下当水手什么滋味。哎呀，这种思维很难形容啊。你知道这片海域鲨鱼很多吗？我跟你妻子来的路上，她把你夸成了英雄啊。我也喜欢冒险，这一点咱俩很像。不过我经历过的风雨，常人根本想不到。在远海里看不到陆地，就算你开始欣赏风景的时候，突然天变了，远处黑压压的一片，跟地狱一样。风大的能把你的帆吹走，而且海里一直露出鲨鱼的脊背。那时候你只想保命，你会祈祷，后悔不该冒这次险。你现在是不是也后悔了？天气这么好，有什么可后悔的？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我想把帆放下来，等船稳住了，再等着风平浪静的时候，再去想去的地方。说的容易，可是你又没做过水手啊。谁规定说没有做过水手就一定要死在海上呢？来啊，是这样啊，杨氏呢在抢我们的生意，啊，但是实话讲，他们的准备没有我们这么充分，所以他们现在缺货了。缺货又怎么样？他的货可以运来啊。对，正在海上漂着呢，7天会到港。那天正好是马德里展销会开幕。你想抢鱼啊？我呀，来呀！来！这是你第一次钓鱼吗？是啊，记住，一定要抓住！这条鱼你觉得我们两个能拿上来吗？肯定！我抓不住了！谁拿起金枪？抓不住了！一定要这样吃啊！来呀！小心！放手吧，来呀！不行啊，这鱼是我的！放开！干嘛？我救你。怎么救我的？那条鱼你打不上来，还差点是我的，差点是你的，它也不是你的。你的妻子说你是英雄，你什么都不是啊！干嘛？哎，怎么干嘛？跟你说，这个又是我的，知道吗？松开！别碰我的船！别碰我，男人！来啊！在你们那儿，女人不能碰船，在我这儿，没人能碰我男人。动弹下试试！我不仅碰你的船，我还哪儿硬往哪儿撞，你信不信？好吧。差不多得了。你这个人啊，救你一命，你都不知道知恩图报的。来啊！如果按照过去的情况呢，
你那些其他的水手兄弟们是不是就纷纷跳到水里帮你把这条鱼弄上来？那肯定得去啊。哦，其实我跟你讲，我也想去，但是我不会游泳啊。我不是怕死。如果我这辈子要是没有那个女人管着我的话，我也就跳下去了。但是我要真死了的话，那个女人太野了，也没人能管得了她。跟你开句玩笑。说真的，既然我们合作，大家都好好活着，在一起做一些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多快乐！你很强，你很有冲劲，就像你的名字狮子一样。但是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了，你还没有成大事？你有总结过自己的人生吗？你缺乏判断，缺乏理性。你缺在关键时候能把所有东西都扔下的这股狠劲，所以如果有一个人随随便便扔给你一条鱼，你可能就被拖到水里。莱昂，你缺的这些，可能我有。那你缺什么呀？我呀，可能我就缺你这么一头狮子。你看，机会从来都不缺，只是可能有些是我们的，有些不是我们的。那这个是我们的吗？不好说，需要去看看。骆玉珠，我发现我的品味跟你接近了一点。今天口红的颜色都是一样的。陈江河在订车票、安排行程，没有时间。我想着，我们也很久没见面了，过来看看你。Hello, would you coffee? 我想喝茶，不要咖啡。咖啡？不要。你帮我解释一下吧。Tea, thank you. OK。杨小姐，真是越来越漂亮了。谢谢。心也越来越狠了。你这次是打算搞死我们吗？还是把陈江河叫来吧，我拒绝和你谈判。他真的在买车票、安排行程过不来，我可以代表他的。说真的，这批产品我们是花了大代价的，你们杨氏的5金首饰根本就比不了。费尔南德也是个老糊涂，就看着价格，盯着眼前这点利益，才会选你们。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长期合作呢？念着我们有些老交情，我劝你一句，费尔南德已经老了，他只能做传统的生意，你还真不能跟他有长期的合作。谢谢。骆玉珠啊，你说这都10年了，你怎么还越活越幼稚了呢？我以为你今天突然在我面前来，会说什么惊天动地的话。说实话，你有点让我失望了。我讲真的啊，不然你放我们一马，我们2家各出一半的货给费尔南德，就这一锤子买卖。你把我们的货全拿走，我们这个品牌就没有了。那你价格能不能高一点呢？
成本价。你不怕我把货卖给别的分销商吗？如果能卖，陈江河早卖了。我还是跟你普及一下当地的知识吧。菲尔南德是当地最大的经销商，谁会冒着把货砸在手里的风险跟他对抗？你说你大老远跑过来，是自取其辱的吗？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想特别诚恳地和你面对。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是朋友，不是对手。有钱大家一起赚，不好吗？好啊，别人可以，你不行。那我就把我的货都发回去，出口转内销，玉珠集团扛得住。哎，等等，我刚才如果没听错的话，你好像说你们是要坐火车回去是吧？想什么呢？是横跨好几个国家的欧洲快车。江河说，补我个蜜月。可是从去年就开始从公司弄货，往自己腰包里塞了啊！你不要说了，我跟你爸早就知道了。还真让秋妍说中了，你们还真知道，那可是妈。陈大光呢，坐了这么多年牢，你巧姑等了这么多年，现在好不容易怀上了孩子，你爷爷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你爸实际上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觉得陈大光这会儿想多挣点钱也是正常的，只要他不太过分就行。这也是为了你小姑和你爷爷好。那我认为我爸这事做的不对。那要是你会怎么做呢？哦，当然这件事情呢，我肯定不会告诉爷爷和小姑的。然后我再惩罚陈大光，我先让他把公司的货全都吐出来，再然后把他办公室主任的职务给他撤了，给他安排一个做贸易提成的机会。那以后能不能挣到钱，看他自己本事吧。你现在是代总经理，你做决定吧。嗯。但是各厂的标准要恢复到欧洲标准。为什么？没有为什么，这是你爸的意思。我已经让你小姑到各厂去调整任务。哎妈，可是我。货都出港了。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件事了，就是看看怎么把你这个蜜月啊，给策划的完美一点。哎呀，你哎呀什么哎呀？很不情愿的样子啊！你欠我的陈江河，刚熨的衬衣。给我你。Yeah, clear. Are you sure this is correct? Okay, then do it. Yeah. The Yuju goods just left the port. I overestimated Luo Yuzhu. I thought she might just be selfish. I never thought she would come back to China. What about the goods you promised me? The products in question are on the sea. Mr. Frednet, I should tell you something. I promise that on the day of the conference, everything will be in place. Woman! Terrible woman. I knew that your containers were filled with teddy bears. I better cooperate with Jiang Jianghe. You won't. You're a businessman. My price is competitive. Yeah.
But you really think that Chen Jianghe will accept his failure? Who is that person? Well, he's an ambitious fisherman and currently a rising star in the circle of trade. According to my reliable sources, he flew to here together with Luo Yoju. Señor Fernando. Yeah. Hay un hombre llamado León que desea conocerlo. Okay. Well, let him come in. Esteemed Mr. Fernando. Esteemed Mr. Fernando. Yeah. Please allow me to introduce myself. No need for that. I know who you are. There is a Chinese person that wants to cooperate with me. Oh, yeah? But I noticed it would take a little bit of your market. Trade is free, young man. That's the sacred tradition in Spain. Esteemed Mr. Fernando, this person took me fishing, and now I would like to offer this big fish to you as a token of my respect and appreciation. What is it that you want? I would like to request your forgiveness, and I would also like a small portion of your market share that you wouldn't even mind. Well, be my guest. Well. 我妈赞同我的做法，我做的是对的。那你为什么不把处理结果告诉大光叔啊？干妈是没看到你当时那眼神儿，那简直是在嘲笑大光叔。人家毕竟是长辈，你现在又不理人家，把人家晾在那儿，再这么下去，他非崩溃不可。你好聪明。我现在做的就是让他受折磨。你看着吧，我告诉你，这种人你不这么做，他就会好了伤疤忘了疼。你看着吧，他早晚会感激我的。爷爷和巧姑都不知道这事儿吧？我给他换了体面的工作，又能光明正大的挣钱，哪儿不好了？不是不好，是再这么拖下去的话，他就不会感激你了。你跟你爸最大的差距就在这儿。怎么就差距了？我就知道，你们认为我做什么都是错的。现在生产也恢复欧洲标准了，我妈甚至都懒得告诉我这个结果。我就知道，戴总经理是虚的。我先接个电话。对不起，我打扰一下。来，你回来。这个汤不要了啊，给我换个小菜。这牛排不要，你给我换成那个套餐里的鱼。哎，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特价套餐了？啊，是的，先生。你这套餐里饮料是不是也是免费的？哦，那个仅限于冰红茶，可是您点的是柠檬茶。换冰红茶。下单。干妈的电话。我妈的电话。干嘛？她让我帮她写欧洲各国的游记，然后配上照片发到博客上去。写游记干嘛？他们两个要补光明月呀。看来你这个代理总经理还要再多做一段时间。他两个人度蜜月去了？不会吧？这得花多少钱啊？你眼睛里除了钱还有什么？我。人已经都到期了，他们正在看订单。莱昂，你这些朋友都值得信任吗？我的意思是说，会不会有人向老费告密，
不会，水手是有忠诚度最高的人。做生意最重要的是利益的合理分配，不要轻易相信谁的忠诚。我已经把自己的利益让给他们了，还能怎么样？喝一杯。大光，干什么呀你？弄得乱七八糟的。这两天怎么了？把腿放下来。干嘛呀？那王旭没找我吧？找你啦，找不到你就找到我这儿来了。哎，你就别管我了，我还不如死了呢。死你的头啊死！人家王旭把你争取到了国际部。你说什么？你不是一直想从这个办公室主任的位置调走吗？不是一直想做大买卖挣大钱吗？王旭给你做主了。他没说别的？还说什么别的呀？还要说什么别的呀？你坐这干嘛呀？赶紧走啊！给人家说声谢谢先，表表心意去。赶紧的，好，表表心意。不是，我知道，你等等。去，干什么？这么好机会，去吧，好好表表心意啊！王旭。王总，等一下。大光说，气色挺好啊。有日子没见您了，忙什么去了？我能忙什么呀？那个，王总，我的事儿，您没跟你爸你妈说吧？那您的意思，那我要不要告诉他们呢？不，我不是那意思，王总。是这样吧？大光说，我呢，知道你心里也有一些怨言，觉得在公司这个位置上施展不开自己的才华。我把您调到国际部去了，您在国际部好好干，但是呢，没有基本工资，也没有奖金，我会跟他们说是你自愿过去的。还有，国际部是这样的，每干成一笔，就会有一笔的提成，这以后能不能赚钱，就得看您自己的本事了。就不会感激个人吗？谢谢王总。怎么了？我爸太笨了。你爸不是一直都很笨吗？和他这次笨的有点不像话。他跟人家鲜花好卖进了一大堆，结果没卖出多少。我妈昨天为了这事和他大吵了一架，都没有让他上车睡。那要不要在网上买？来不及了，今天再不出手全都蔫了。那怎么办？你想到办法买啊？办法倒是有一个，就是人手不够。我帮你。好啊，快写吧。你没看见他刚才那样，差点哭出来，生怕我告诉别人。你觉得你这么做他会感激你吗？反正他没想到我会这么处理。你为什么不能让你身边的人心甘情愿地为你赚钱呢？为什么要让他们感觉你像是在施舍冷饭呢？哎呀，你不懂，这叫手腕。哎，咱不说这个了啊。走啊，买点吃的去。那切尔电影院的东西太贵了。来吧，这个你也来。
回回你来，我们都能多吃几个菜。手艺越来越好了。大光，你这回啊，可真是托了小旭的福。你可得好好干啊，让我哥瞧瞧你的本事。啊！哎，爸，小郭，你们就放心吧啊，我肯定好好干，争口气，给他们看看。爸，来，我干了。哎，这个调任职务是正式通知吗？哎呀，是小旭把他叫到办公室，亲口告诉他的，对吧，大光？这小旭能有这个权利啊？陈江河和骆玉珠知道吗？你还不相信了？你放心吧，这事儿绝对靠谱。爸，你放心吧啊，等我挣钱了呢，咱就出来单干。我陈大光出来了，不比任何人差。哎，爸。来，给你买上。哎呀，你给他少倒点呢，他喝了不少了。没事儿，他今天难得高兴，让他多喝点儿。你都不知道，这2天把他愁成什么样了。我就讨厌那些卖花的，这叫什么呀？这就叫绑架感情。人家那也是营销手段啊，小孩也挺不容易的。要不你给我买一支吧？哎，买花干嘛呀？我花卉市场比这花还多，种类还多，又便宜，谈不上跟你当啊。哎，凑钱找爸爸，跟爸爸打工走。哎，我说，那敢不敢写再可怜点儿？还跟人孩子那么说话呀？哥哥，买朵花吧。哎，你不是那个陈露，快跑！怎么了？陈露，快跑！遇到熟人了！不，你跑什么？什么熟人？哎，陈露，你别，哎，干嘛呀？哥，给我跑！哥，你给我解释！给我跑试试！你别告诉爸妈。你上面写的什么？没有。还和妹妹走散找妹？哥，你有妹妹吗？哥，你听我解释。小子该欠揍了！别，哥，你别告诉爸妈。哥，别推了。你可真行啊，还凑钱找妹，那个就凑钱找爸。哎，你说说你俩这小脑袋瓜想什么呢？钱？你缺钱吗？那蔡小丹缺钱吗？他爸不是活得好好的吗？行了，差不多行了。你说的不累，我听着都累了。就是啊，你听到没？你给我闭嘴！你别什么事儿都替他说话。我告诉你啊，当学生的就得好好在学校给我学习。那你呢？你这大学你还卖夜宵，还租自行车呢？哎，还给我还嘴是不是？怎么样？还晕吗？看什么呢？没什么，我去给你倒杯水吧。哎呀，喝点水就不晕了。
羡慕吧？你说什么呀？后悔了吧？说什么呀？别胡说八道的。我说啊，你要是嫁给陈江河，现在在欧洲的就是你了。我什么都给不了你，我就是个废物。别胡说八道，快去。干什么呀你？我就是个废物。我知道你们都瞧不起我，现在连那个小崽子都敢欺负我。大光。我不管你怎么样啊，水路也好，公路也罢，必须在明天之前把所有的货给我发到马赛，好吧？这样，你给所有来马德里的客商订所有的机票，就这么定了，一个都别落下。钱当然是我们集团出了，今天晚上必须送他们回去。我所有的红包都已经准备就绪了。哎呀，那很惨呐，那说明明天马德里这个展销会很冷清的。用不着等到明天。今天晚上费尔南多的公馆招商会就要展了。你看，这是他给我发的请帖。据我所知，没有几个人会去的。挺好，就可惜我不认字。罗总，你看，杨雪去吗？肯定他是主角嘛。梁，帮我个忙。什么忙？ Let me tell you some good news. Williams Accessories, many goods and jewelries. For our Madrid conference tomorrow, everybody will be in place. Well, then I'm going to tell you some bad news. Several guests we have invited today will not come. The usual goods are already arrived at the European markets. Distributors are still picking their stuff up right now. Why? Well, there's only one possibility. They're obviously not on a honeymoon, but instead, they'll deliver their goods very early on different European markets by order of that gentleman over there. That's impossible. They already returned the products. 7天前，那艘货船是离开了港口，但是并没有往中国走，而是到达了马赛和鹿特丹。Señor Fernando, los productos de la empresa Yuju han sido recibidos en todos los mercados de distribuidores con mucho éxito. Lamento que si usted no busca una solución, sus productos no se podrán despechar. Young man, I should have seen your intentions earlier. Otra vez más, mis disculpas y gracias por la cuota del mercado. 还有一件，是钱江和骆玉柱夫妇托我送给您的礼物。私底下来让老问我，为什么是他？你别说，这次还真幸亏有他。他呀，这是个赌徒。你知道赌徒最大的特点是什么？说对手越强大，哎，他越亢奋。那这算优点吗？这一仗算的，未来不好讲。我真想看看杨小姐现在的表情。我相信杨小姐一定也特别想看一看你是什么表情。她不会想看的，我保证。得饶人处且饶人，这话你应该跟她讲吧。我这话是替我自己讲的。我们应该想想，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反击我们？其实不反击也许是正常的，没关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但是有一句话，你
千不该万不该，你不应该让王旭来管理生产。他这么一退一进，他会耽误2次供货。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开始的时候我们谁都不知道这场仗一定会打赢，把这个恢复到以前，这很正常的选择嘛。越是大战在即，越要背水一战。你凭什么就讲说我打不赢？你很清楚我为什么说要把产品打到欧洲去，我是为了提升整个玉柱集团的品牌，怎么可以退？好吧，这件事情上陈董高瞻远瞩，我鼠目寸光，我道歉，对不起。但是我可能还做了一件更对不起你的事情。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我给杨小姐送了一个礼物。蛮好啊。什么礼物？其实我也没时间出去买嘛。就是你拿回来那个小熊。但是我是以我们俩的名义送给他的，我觉得挺周全的呀。说这个事情，你除了能够得到一时的快活之外，对我们造不成任何的利好。哎，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家犯你。哎呀，什么你哎呀？怜香惜玉啊？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哪里像是一个说度蜜月的一个新娘子？你现在完全初一时做一个小怨妇。哎，你挺客气的呀，小怨妇，我40多的老怨妇了。我熬到今天容易吗？您给我补一蜜月。这2年，除了工作，你跟我说的话越来越少了。记不记得我们这次走德国的时候，路过的那家五金厂？呆住！馋死我了！你看他们生产的这个产品，从质量到质地到设计，声音打住！你很清楚，未来无论是五金还是食品，新的欧盟生产的标准都会出台。到那个时候，如果我们不全面的更新、升级还有换代的话，被淘汰是迟早的事情。我不清楚，生产线绝对不能再换了。你要是没有别的跟我聊，我睡觉。